观众也不知道你在干嘛的，对不对？你手就搂他脖子，直接狂问。我想问你，不用问了，没了。我觉得是可以，就后面那发就可以干脆一点的。让我们把这种给吃了。徐婆婆，是你吗？徐婆婆出来。别，你以为他们双峰没走吗？进来了，带着他们关系同志偷看了啊！先来一个，再来一个，你来一个，你来一个，然后他俩再来一个，要酒喝怎么能少了我呢？真不是说，可以啊，哎。有人呐想落我雨啊，得经受住考验。跟我来。我都不想说他。等等，还有彩蛋哟！好多人啊！从小是被骗着长大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站在他身边。开始。起身这下，因为不是有一点那种病态的那种感觉，起来就有那个状态。能不能直接就找一个离我最近的一个最大特写的一个机会，然后我把这个状态给它演满一些？可以的。导演，那你这样行不行？我就是这样感受，然后可能就不小心，可能就这个洞口，他就是可能就是给那个洞震开了一个小口，我就意识到那有坡。他最希望的其实不是他自己能够从那个阴霾中走出来，而是和他一样有过同样经历的这些人可以跟他一起走出来。又高了，胳膊不直了，再来试一下。我小五有点卷。这是你俩的杀青戏吗？他的杀青戏。换个动作，来。哎呀，谢谢导演。Hello， 大家好，我是吉国仔的扮演者洪明浩，注入青云，杀青大吉。好帅呀！大吉，来吧，来吧，来吧。
好，现在是临近杀青的最后一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熬了几个大夜了，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来看一下，不休，想休一下，不休想休一下，很想休。这是一条来自绝命毒师赤狗岩校的直拍。神君昏庸，齐心渊，早该易主。各位可有疑义？这齐心渊终于活了。正气之至，花月夜。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明意的咪咪意中人频道。因为今天收官，我有很多想说的，感觉文字不足以表达，所以想再额外录个视频。首先，感谢各位云玩家从10月8号以来一直陪着我们体验入侵云、体会入侵云以及见证入侵云，对我来说非常好的一次作为观众的追剧体验，以及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很多心意被大家看到的一种有很多喜极而泣的瞬间。首先，今天我想先跟还没来得及就是观看入侵云的各位聊聊关于我们云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有时候它可能更需要一个非常直接刺激性的一个开头。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云是一个非常多细节可以去推敲的一个长线的作品。很多人对入侵的印象是一个拉扯的什么仙侠，但是在我成为民意的过程中，我从来没觉得它是仙侠，我只觉得他们就是一群会法术的人类，就像哈利波特，就是里面有麻瓜有会法术的人，就有灵脉和没有灵脉的人。很多人在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感觉这个是一个男尊女卑的一个世界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大的伏笔吧，就是关于一场非常大的一个阴谋。但是我们剧里的所有的女生，她们不是说用口头打着旗号说女生要怎么样，而是慢慢成长的，然后变得强大，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去推翻那些阴谋的一些制度，真正的用事情做到男女平等。像6禁的设定，你就可以理解成每个国家都需要不同的资源，像什么土地啊、石油啊各方面。很多人在说入侵云是一个2人传，当然我跟季博仔的感情刻画的非常细腻，这个后面再说。在我眼里，它更是一个非常立体的群像剧，就是里面所有的人物或者他们的身世，其实都可以连接到就是现实生活中会有的一些现状。在我的印象中，所有的演员以及每个角色，它本身又是活生生成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就是大家都不是说一个纸片工具人，而都是个人色彩非常浓烈，以及他们有他们想要坚持的，以及大家会在他们的角度看到他们的无奈，即使是所谓的反派。所以大家会在看完入侵云之后记得每一个角色的脸，我觉得这就是群像的一种魅力。还有一个大家讨论很多的，就是关于为什么我在最开始大家印象中的第1集的那个明线战神，为什么突然进入花月夜之后就感觉变了一个人。但其实大家慢慢往后看，就是很多身世的那些谜题，以及他身边的27，他的师傅，就是他从小的生长环境，大家可以慢慢的发现，就是我想给大家看到那个明义，他是一个一直都是向阳的人。他虽然被用一个法术让大家看到他是个男的样子，但是他从小的自我认知他就是个女生，以及他也是一个爱美，然后所有事情尽量往好处想的一个女生。他只是偶尔一些片刻的思维方式，以及他有时候什么走路的一些习惯，他可能会有一些男生
在花月夜的这几个月里面改不掉的一些习惯。虽然明线他一直有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困扰，他不知道这个明线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别人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他知道别人看到他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所以他一直对这个名字他会给自己洗脑说我就是他，但是他总有一种就是自我认知的一个障碍。明义跟基博仔，我觉得我们编剧或者导演或者我们就是整体他厉害的点在于他一直是个循序渐进，让你越来越了解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像明义他就是完全两性自我掌握，包括他的自我的把控力度，他非常相信自己，就非常的在一些事情上的自信。然后直到就是说227失去了，然后什么失去基博仔，就是他才会有那么后悔的时刻，他曾经是不会后悔的。虽然很多人都看到了明义的就是爱是等价交换的这一面，就是觉得说我只有用了你才能爱我一点这种概念，他即使在感性时刻他也会理性的说请与我联手吧季羡君。任何的思维方式就是他不会计较我自我失去了什么，而是我既然设定了一个目标我就一定要达到，我就是我这一年我一定要拿到荒凉梦。他被输入这个概念之后，他就一直就是一个在执行的人，这是我一直很欣赏的明义的魅力。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明义最开始演的东西他有点就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吧，其实他就是现学来的，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习惯，就是他自然而然散发出来这个，而可能季博仔他正好又吃这一套，而反而大家在前面看到的一些无情的时候的一些拉扯，反而是给后面感情非常浓烈的一些铺垫，就是大家会看到对比以及很多个 callback。 会觉得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演绎的时候偶尔有那么片刻的神来之笔，就是一些我们下意识的一些反应或者说一些话，你会觉得很神奇，就是那种你好像真的在被角色在身上之后他们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去只是用肉体去记录他们这种感觉。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我跟基博仔两个人的爱。当然我们入青云里有很多种爱的关系，但是我肯定是最爱我跟仔的这一段，因为就是我们爱的非常的纯粹，所以它是两个非常完整的圆。只是这两个人他不懂，还不知道爱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体会过，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所以这个入青云就是一个一路以来他们了解到爱的本质是什么的一个故事。就即使在他们陷入当下的一种情绪里面很难过的时候，他们依然会非常理智的跳出来去解决问题。就他们是一个非常思想高度一致的人。我人生你能遇到这么一个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就是一个知己，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入青云我们好看的点就是在于它让你有清清楚楚看到心动的轨迹，就是为什么会爱上这么一个人，以及到最后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有通过明义照镜子一样看自己，就是会偶尔会反思到自己身上。我会觉得明义教会我很多，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俩永远都是意念合一，然后一致对外，所以到最后同生共死这句话它并不是一个夸下海口的话，他们真是有真真正正的做到。包括我们入青云其实这都凑不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童年，大家都是小苦瓜，各种味道的苦瓜，但是我们都是那种不曾放弃爱、希望、和平的人。我们新一代你看我们掌权的都是一群小年轻，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套路式的但是又非常真诚的一个成长线。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化成非常温柔的盔甲给自己，然后给爱的人。所以它不是一个笼统的仙侠故事，它真的就是人活在世上会发生什么这种感觉。即使它是一个架空的世界观，可能就是从曾经的宿敌，然后变成不同的关系，变成队友，然后变成我敬仰的人。它会有很多一些比较有趣的设定，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位置一直在变化。反正我觉得在爱情上入青云有讲得非常的细腻。我最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大结局的那一场在喝醉酒的那场戏。这么长的一段路
就是为了这么一刻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替明义看到这一刻，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就是感动，就是想哭。但是可能我作为观众的视角，我会觉得哇，你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谢谢你走到今天这种感觉。我很谢谢就是各位云玩家朋友们，被大家清晰的看到的感觉，这个作为演员来说太难得了，所以我非常谢谢如其云，以及谢谢你们有很好的在走进这个故事。每个人的想法它非常的主观，这可能只是我就是作为观众看入侵一些想说的，所以想给大家安利为什么会选择片刻的欢愉，也是当时张台跟我说的，就是要活在当下。所以我就觉得当下我就是很爱他，但是当下我又要活命，所以就会有很多关于坦诚的这个命题。像最开始我骗他，然后到后来我们俩为爱隐瞒，到最后知道了爱是有很多种方式，所以我们会感你所感，会非常高级的表达方式是对他的心疼，到后来就是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说一味的我希望你怎么样，我希望你好，而更多的是我们俩意念合一，同生共死，就是我们俩能达到精神上的一致以及绝对的坦诚。从最开始大家看到的样子到后来完全义无反顾，所以我在入侵域里看到了很多种就是最简单也最深刻的一些爱的表达方式。然后最后就说说我的一些最后的想说的吧，因为明义他就是我的礼物，遇到他的一切，就是制片人永远都会在现场，他们永远都会很快速的很专业的去解决问题，站在大家的角度去考虑。刚开始进组的时候，当时跟导演他们聊天，就是每一个角色，我们当时我记得聊着还哭了，然后以及我遇到演员，然后每个演员又是就像角色本身走来一样，就像他们就是注定要碰到这个角色，然后我们又注定要相遇，就是每个人都好善良，好有想法，以及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群细节怪，就跟小侯还有跟导演他们现场一直精益求精，整个全程他没有人掉链子，他全程每个人都是那个弦都是绷着的，不管是编剧老师写的很多一些很细腻的东西，以及导演是怎么去画分镜，然后想说把每个东西怎么呈现出来，所以作为演员非常非常幸运。然后以及看到大家的好多的二创，我经常喜欢冲浪，会看到聊很多大家问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在超话里问的那个问题下面问说明义知道自己身世之后那一瞬间是怎么想的，很多人问这个，我记得那条反应是一遍过的，我就觉得那是我最真实的反应了。君后我的父王，他们就是我相伴了我20年的人，为什么他们不爱我呢？他突然内心找到一些答案，就他知道为什么师傅会对我这么好，所以他那一刻是完全懵了，然后又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就人信念崩塌的时候那一瞬间，所以那是我当时非常真实的反应。其实我一直在最开始会觉得有点遗憾的点在于我没有跟司徒岭有太多的作为朋友的时刻。自从27跟我聊过之后，我只能想的就是我要不要再给他留幻想，就他只是我的一个想好好对待的一个弟弟，拒绝他，然后让他知道要为自己活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当时在我的视角里，他就是慢慢的已经不再是司徒岭了，就是那个妖兽已经慢慢逐渐吞噬掉他了。也包括感谢我的台词老师，然后我们有很多就是2次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和设计。最后真的谢谢屏幕前的大家，谢谢你们陪我们入侵，陪明义走过这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因为只要向阳的生长的人，他的枝干就会越来越繁忙。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了继续观摩权，但是大家知道他们在那儿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就够了。
谢谢大家，爱你们，祝各位青云直上，晚安。